他是手握7座世界冠军、105个分站冠军、104个杆位、203次领奖台的 F1 传奇，但他也是被网暴、被质疑、被种族歧视裹挟了整整20年的车手。欢迎来到 Underdog， 本期主角 Sir Lewis Hamilton。1985年，汉密尔顿出生在英国斯蒂文尼奇的一个工薪家庭。父亲安东尼发现，平日里调皮的男孩只要攥住遥控车的遥控器，就会瞬间沉下心来。他对路线的预判、对操控的精准度有着远超年龄的天赋。安东尼意识到，这孩子的天地应该在赛道上。一辆2手卡丁车成了汉密尔顿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从此，属于这个男孩的速度人生正式启程。汉密尔顿8岁开始参加正式比赛。当他的对手们拥有崭新的赛车和专门的维修帐篷时，父子2人只能开着破旧的面包车，在车库里通宵钻研如何让那台2手赛车跑得再快一点。他明白父亲给不了他顶级的装备，汉密尔顿就不断提高操控能力。很快，汉密尔顿就让开着崭新赛车的孩子们在他身后吃灰。可他跑得越快，周围的恶意就越重，对手的家长联名举报他赛车违规，逼着赛事方当场拆开他的发动机检查。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赛场边永远充满着指指点点和不堪入耳的种族歧视脏话。那时候的他还太小，没法用言语回击，他唯一的武器就是继续夺冠，用绝对的实力让所有质疑的人彻底闭嘴。 If anybody had said anything to me, I'd just ignore them and get them back on the track. 童年的经历让汉密尔顿变得自信、成熟，渴望胜利。1995年，汉密尔顿因刚刚赢得英国少年组卡丁车冠军，受邀参加 Autosport 颁奖典礼。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显得与这个精英世界格格不入。但他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躲在父亲身后，他的眼里只有时任迈凯伦车队老板罗恩·丹尼斯。And he wrote in the autograph book, for me in 9 years. We'll sort something out then. 3年后，13岁的他真的被签进迈凯伦青训，成了这支豪门史上最年轻的签约车手。在迈凯伦的庇护与严苛训练下，15岁的汉密尔顿赢得了卡丁车世界杯和欧洲锦标赛冠军，制霸初级赛事。进入方程式赛车领域后，汉密尔顿继续高歌猛进。2003年，代表 Manor Motorsport 车队在英国雷诺方程式锦标赛中，以惊人的10个分站冠军、7个杆位，狂揽419分，以压倒性优势提前2站夺得总冠军。2015年 F3 欧洲系列赛20站豪取15胜，2006年 GP2 新秀赛季就直接问鼎总冠军。短短几年，横扫初级方程式赛场的汉密尔顿兑现了10岁许下的诺言。I'll be racing Formula 1 from now. 2007年，汉密尔顿拿下迈凯伦 F1 车队的正式席位，搭档2届世界冠军头哥阿隆索。这位1年级新秀以生涯前9站连续登台的表现震惊车坛。赛季第6站加拿大蒙特利尔，他斩获 F1 生涯首个分站冠军，紧接着又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站力压阿隆索再下一城。整个赛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积分榜上傲视群雄。倒数第2站中国站在进站通道意外滑入砂石区，遗憾退赛，12分的争冠优势瞬间缩水。收官战巴西因特拉格斯，他又接连遭遇起步失误与短暂的变速箱故障，最终以1分之差惜败于法拉利车队的莱科宁，与年度总冠军擦肩而过。时间来到2008年，命运再次在巴西因特拉格斯赛道给了他弥补遗憾的机会。发车前夕突降阵雨，赛道变得湿滑，全场赛车换上半雨胎。主场作战的马萨全程稳稳领跑，而汉密尔顿只需拿到第5便可加冕年度总冠军。比赛末段雨势再临，领先集团纷纷进站换胎。汉密尔顿在湿滑赛道上略显挣扎，第69圈时在12号弯出现走线失误，被身后的维特尔抓住机会超越，名次跌至第6位。就在马萨冲线，法拉利 P 房已开始疯狂庆祝，全场皆以为大局已定之时，坚持使用干地胎的格洛克在积水赛道上彻底失去抓地力，车速骤降。最后一圈就在驶出12号弯时，汉密尔顿如幽灵般完成绝杀，超越格洛克重夺第5。伴随着英国解说员的嘶吼 Is that Glock? Is that Glock going slowly? It is, That's it's Glock! Oh my goodness me! Hamilton's back in position again! 历史在终点线前被彻底改写。23岁的汉密尔顿就此加冕当时 F1 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He needs to do to become Yes! the 2008 Formula 1 World Champion Lewis Hamilton. 然而登顶后的辉煌并未如期延续，随后 F1 进入了红牛与维特尔的4连冠统治期。在这期间，迈凯伦频发的赛车故障、拉胯的团队策略，再加上刻板体制的严苛束缚，让汉密尔顿陷入了职业生涯低谷。就在这时，罗斯布朗带来的梅赛德斯针对2014年 F1 混动新规的研发规划，汉密尔顿清楚，那个亲手开创属于自己时代的契机已经到来。2012年9月，汉密尔顿官宣离开青训，骑遍效力多年的迈凯伦，转投当时还未崛起的梅赛德斯。这个决定开启了 F1 史上最辉煌的银箭王朝。从2014
到2020年，汉密尔顿6度加冕世界冠军，追平了舒马赫保持的7冠神迹，用一场场胜利把 F1 的所有历史记录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来到2020年伊斯坦布尔公园赛道，由于重铺沥青叠加连日阴雨，赛道抓地力极低，排位赛后汉密尔顿仅排在第6位起步。此时的汉密尔顿距离追平车王舒马赫的7冠纪录仅1步之遥。正赛在雨中拉开帷幕，汉密尔顿起步升至第3，但在9号弯由于刹车过早且抓地力不足，他被迫走大并跌回第6。随后在积水中苦苦挣扎，一度落后领先的斯图尔超过20秒。随着赛道渐干，第8圈汉密尔顿进站换上半雨胎，一路追击，第37圈夺回领跑位置。这套半雨胎被他硬生生磨成了光头胎。他一边在无线电里喊着轮胎濒临极限，一边刷出个人最快圈速，最终以31.6秒的巨大优势夺冠。伴随着沙哑而哽咽的嘶吼，正式加冕7届世界冠军。Thank you so much, guys. Woo! Woo! That's for all the kids out there who dream the impossible. You can do it too, man. I believe in you guys.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for your support. 传奇之路从非坦途。2021年阿布扎比收官战后，汉密尔顿时代落幕的声音铺天盖地。Toto? Yes. It's called a motor race, okay? Sorry? We went to car racing. 2022年地面效应新规落地，他的赛车长期受海豚跳困扰，陷入长达945天、56场比赛的冠军荒。这对习惯了胜利的汉密尔顿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2023年夏天的续约谈判中，汉密尔顿想要一份为期3年的长期合同，然而梅赛德斯高层考虑到需要为 Kimi Antonelli 的席位做准备，仅提供了一份1+1的短约。2024年初，汉密尔顿决定结束与梅赛德斯长达12年的合作，转投法拉利。2024年7月7日，微雨的银石赛道，汉密尔顿第2位发车，迎来代表梅赛德斯的最后一场主场之战。变幻的天气里，末段夺回领跑位置，用一套严重衰减的软胎死死守住疯狂追击的维斯塔潘，在16万家乡观众的呐喊中冲线夺冠，伴着无线电里的失声痛哭。Thank you so much, guys. It means a lot. It means a lot to get this one. And a big thank you to all the fans here. Love you guys. 他拿下生涯第104个分站冠军，刷新了同一条赛道9次夺冠的历史记录，为自己的梅奔旅程画上了圆满句号。2025年转战法拉利的汉密尔顿，全年24场比赛无一登台，被队友勒克莱尔甩开，廉颇老矣的嘲讽席卷全网。即便身处谷底，他会在无线电里愤怒咆哮，甚至在极度沮丧时陷入自我怀疑。I'm useless. Absolutely useless. 但每一次情绪宣泄过后，他从未真正放弃。2026年 F1 迎来规则大改，全新 SF26 赛车似乎适配了他的驾驶风格，也与法拉利完成了深度融合。中国大奖赛，他在冲刺赛拿下季军，正赛中更是与勒克莱尔展开10余圈干净激烈的攻防，最终斩获季军，拿到加盟法拉利后的首个领奖台。领奖台上更是充满宿命感的齐聚了2位现役梅奔车手，以及他这位昔日的银箭图腾。属于刘易斯·汉密尔顿的故事远未结束，这位41岁的老将油箱里依旧燃着不灭的斗志。 It's the end of a phase in our lives, which was racing together. Yeah. From 2013 until now. What good times we had. Best. And how we fought. Best. Best. Best times. No, thank you so much, Toto, for everything, dude.